你想想看哦，70年前的一场土地改革，照理说应该是过去式了，对吧？但为什么它到今天还像是一把解不开的锁，把台湾的土地还有整个社会都给绑住了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把锁的钥匙到底在哪里。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3万。这可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哦，它代表的是到现在都还有超过3万份的土地租约根本还没解决哦。背后呢是多少个家庭、好几代人的法律纠纷啊。所以你说这些合约是老旧的纸片吗？不，他们根本就是一道道法律的枷锁，直接锁住了土地的产权，而这一切都是70年前那个政策留下来的直接后果。所以要解开这个缠绕了70年的法律死结，我们就得回到最一开始，问一个最根本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当年推动这场改革的那个政府，他到底有没有合法的权利可以做这件事？好，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个关键点了，占领而非主权。我们来看看，根据当时的国际法，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的角色究竟是怎么被界定的。OK， 我们来看这个时间轴，这几个点真的非常非常关键。首先，你看，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盟军来台湾，注意哦，是军事占领。然后到了1949年，内战打输了，整个政府就退到台湾来，就成了我们资料里说的流亡政权。最后，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这就有趣了。日本说他放弃台湾主权，但合约里根本没写说要给谁。所以这就确立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国际法基础。你看这3件事串起来，其实就指向一个很清楚的法律事实：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他在台湾的角色就是一个占领者。我们的资料来源特别强调了这个区别，占领权利跟主权统治者是完全两回事。这就引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了，那就是按照国际法，一个占领者他有权利去推动这种这么激进，而且是永久性改变人民财产结构的改革吗？所以既然法律基础都很有问题了，那这场几乎是天翻地覆的改革，当年到底是怎么推动下去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靠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枪杆子。这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就是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将军，他被赋予的任务就是要执行一个将会永远改变台湾的政策。陈诚当时讲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完美抓住了那个时代的气氛。他说：“调皮捣蛋的人也许有，不要命的人不会有。”你听听，这哪里是协商？这根本就是在白色恐怖的大背景之下，一种赤裸裸的威胁。你看他怎么做的哦，整个过程非常清楚。第一步，他根本就绕过了立法程序，趁着省参议会休会的时候，直接发布行政命令。再来，谁敢反抗，他就直接讲明了，可以用军法审判。这就迫使那些地主只能签下新的租约，所以这根本就是强迫的嘛。而且资料还指出，陈诚自己事后在私底下也承认，这个过程并非合法。所以整个改革虽然推得很快，但它造成的后果却在整个台湾的社会跟经济上留下了非常深刻而且是长期的伤痕。我们来看看这个补偿方案，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官方承诺跟现实的差距真的太大了。说好听，7成给你土地实物债券，3成给你4大公司的股票。但问题来了，那个债券年利率才4%，远远低于市场行情。然后那个股票更惨，当时台湾连个证券交易所都没有啊，你要卖给谁？结果就是很多地主只能含泪用票面价的1-2成贱价卖掉换现金。所以你看，这对他们的财产权来说，根本就是资料里说的双重打击。说穿了，跟掠夺也差不多了。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地主嘛，一定都很有钱。但当时的政策是一刀切，很多那种好几个人合资共有的一小块地也被强制征收，结果就造成很多最弱势的土地持有人生活过得甚至比他的佃农还要辛苦，资产就这样被剥夺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项政策会被批评是劫贫济富。这项政策还带来一个很重大的结构性后果，因为投资农地已经没什么赚头了，所以大量的资本就从农业跑掉，转到工商业去。
这当然一方面是助长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也造成农地变得非常零碎，让整个台湾的农业发展长期停滞，错过了现代化转型的时机。好，这个70年前的历史问题啊，并没有随着时间过去就消逝，它一路延伸到今天，变成了对台湾民主化之后一个关于转型正义的超大考验。这些问题让我们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谜团：375减租条例即将在2026年到期，但那3万份合约还是卡在那边。更麻烦的是，现在甚至有佃农方提出要求说，地主以后如果想把地收回去，要用现在的市价的1/3来补偿。你想想看，现在的地价多高啊？这对原地主来说根本就是第二次的伤害。所以，怎么解开这个威权时代留下来的死结，对于民主化以后的台湾政府来说，真的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那有没有解法呢？资料里面有提到一个可能的方向，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存在私人土地上的历史耕作权转移到国营的土地上？比如说，台糖公司不是有很多土地吗？这样做或许既能尊重长久以来的耕作协议，同时也能解放被绑住的私人财产。所以，这整段历史最终就留给我们一个终极大哉问，就是当过去的不公不义还清清楚楚地活在今天的法律条文里面的时候，一个民主社会到底该怎么去解开这个复杂的历史遗产，来打造一个更公平、更正义的未来呢？